也难怪菊萌萌带媚珠总被投诉，潮妈带娃的方式还是太前卫了。这天，菊萌萌想从木椅直接跨到木架上，却被媚珠抱住了一只脚。只见她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媚珠的脑袋，随后一脚踩在了媚珠的头上。她竟然把媚珠当成了她的垫脚石，媚珠直接被妈妈踩成了小熊饼干。这300斤的母爱，媚珠还真是硬着头皮扛下来的。还有一次，菊萌萌站在门口，示意大梁奶爸想回家，而大梁则是指了指媚珠的方向，告诉她要收媚珠一起回。菊萌萌听后一脸的不可思议，用小手指向自己，像是在说：“你确定让我收？那你可别后悔。”于是菊萌萌走向媚珠，从木架直接登上大宝座，先把媚珠挤到一边，自己坐下后，又像走流程一样抱起媚珠。前一秒亲亲抱抱母慈子孝，下一秒菊萌萌突然就松手了，媚珠就这么水灵灵的摔下去了。估计大梁此刻都心疼坏了，毕竟平时菊萌萌带媚珠，大梁都要时刻提醒她轻手一点。但其实这个高度是对大熊猫幼崽造不成伤害的。媚珠立刻就爬起来了，而且倔强的媚珠还要继续往大宝座上爬。也正是因为菊萌萌带媚珠时比较粗犷，她也因此被游客投诉了。但大小姐才不管这些，毕竟她生气了，包括媚珠在内的都要去哄她。于是聪明的媚珠小年纪就懂得了如何见人下菜碟。她在树上不愿下班，大梁去收她时，她就咬大梁。但当大梁喊来菊萌萌去收她，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后，媚珠趁妈妈赶来前就火速下树了。等到菊萌萌走过来，她就已经安全落地了，然后跟在妈妈的后面乖乖的走回家。这天媚珠调皮，轻轻的咬了一下妈妈的手，然后菊萌萌反手就是一巴掌，把媚珠打得直甩头。有些生气的媚珠想还手，菊萌萌见状又是一巴掌，媚珠下一秒就跪在地上，表示妈妈求放过。媚珠一老实，只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一套已经被媚珠玩得明明白白了。打扫卫生的临时工，到如今家喻户晓的也陪专家。穆世杰和大熊猫的情缘到底能有多传奇？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穆世杰见到了误闯村庄的大熊猫，他瞬间被眼前憨态可掬的黑白团子吸引了。后来他便放弃了外出打拼的机会，在09年到核桃坪基地应聘，成为了园区里的一名清洁工，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清理大熊猫吃剩的残竹以及粪便。就是这样的一份工作，穆世杰风雨无阻，一干就是9年的时间。2008年汶川突发8级地震，卧龙受灾严重，笼舍坍塌，大熊猫四处逃窜。曾经山清水秀的卧龙可以说是面目全非，一片狼藉。因为这9年的工作，让穆世杰对大熊猫的感情更加的无法割舍。即便他不是饲养员，他也仍然奔走在救援的一线。余震过后的进山搜救工作也非常的艰难。穆世杰凭借自己对大山的了解，和同事们一起上山寻找逃散的大熊猫。那一天下了1天的雨，我们挺饿的，我记得没有带什么多的这个吃的，多数背的是熊猫吃的，像这个竹笋啊、胡萝卜啊。我们饿了没有办法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吃那个给熊猫吃的胡萝卜啊。这样回来了的时候，我记得每个人身上全身是湿透了的，而且都是血迹斑斑的，全身上滴满了的那个蚂蟥。搜救工作结束后，大熊猫也都被转移到其他的地方。穆世杰本以为他和大熊猫的情缘到此结束了，没想到在他去和基地领导告别的时候，却迎来了意外的收获。穆世杰被破格录用为正式的饲养员。自此以后的10几年里，他基本都在野培工作的一线。因为经常走山路，他的膝盖出了问题。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，它的咔嚓咔嚓的响。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，当时我是哭了。我哭的是，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，不能陪他们了。尽管他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，他还是申请回到一线工作。其实像木奶爸一样的饲养员我们有很多，即便他们很少出现在镜头前，却同样把大熊猫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珍爱。壮爱轮胎飞云喜欢小白象，盘点大熊猫那些爱不释手的阿贝贝。大家都知道飞云曾经有一只心爱的小白象，他走哪抱哪喜欢的不得了，就连睡觉的时候都要抱在怀里。感觉自从有了小白象，飞云笑得都更甜了。然而就在某一天，着急下班的飞云抱着小白象坐在通道口，亲亲又抱抱，等累了就把小白象放在了地上。后来等他回家的时候，却忘记带走小白象，而和飞云同用通道的金虎在下班回家时发现了飞云遗落的小白象。这种聊闲的机会，金虎肯定不会放过，不仅在把玩的过程中一个手滑把小白象摔地上，最后还贱嗖嗖的叼走了。第二天，奶妈把飞云的小白象拿回来放在他的椅子上，结果飞云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并没有去动它。后来又反复闻了闻，确认一下，扭头就走了。内心 OS 什么臭男熊动过的东西我不要了。现在奶妈又送给飞云一个新玩具，他也很喜欢。飞云这次可一定要保护好它呀。
与飞云的软萌不同，壮壮小公主更偏爱轮胎，每天都把轮胎套在身上，就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。有网友说壮壮这个造型可比萌妹更像门卫，壮壮每次套取轮胎都是轻轻松松，有时候甚至还加大难度，一次套2只，他真的把轮胎爱到骨子里了。也有网友说壮壮这是引领潮流的新时尚，这轮胎就相当于一个宽宽的束腰，这样一说感觉壮壮走路都像在走模特步呢。而秦岭的党生则是每天抱着他喝盆盆奶的铁饭碗不撒手，整天一副奶不醉熊熊自醉，还想再来300盆的感觉。党生真的把不锈钢盆当成了他心爱的阿贝贝，上树的时候要带着，睡觉的时候要抱着，结果睡梦中不小心把盆盆蹬下木架滚进水池里，党生还会立刻起身去水池里捞他的阿贝贝。而胖大海的胖大鱼至今已陪伴了他4年之久，一个布置玩具能在熊孩子手里活过4年，可见胖大海有多爱他。虽然上面有很多的补丁，但多半是乌鸦搞的破坏，胖大海只会对他的胖大鱼亲亲又抱抱，即便都盘包浆了也还是会视若珍宝。其实胖大鱼最开始是深蓝色的，只是时间太久有些褪色。胖大海虽然长得憨憨的好大一只，但内心深处还是温柔细腻的，或许他认为胖大鱼对他有着非凡的意义吧。金虎，小鸭。话痨金虎到底能有多可爱？听到奶妈喊他，正在睡觉的金虎就能立刻抬头冲着奶妈微笑。虽然金虎长得5大3粗的，但其实他的胆子特别小。刚1岁的熊猫宝宝下雨天都敢自己在树上玩，但是14岁的金虎只要一下雨，就要立刻跑回家去找奶妈。你怎么啦？害怕啦？哎，小怂样，快下来吧！因为下雨天让金虎比较焦躁，他在房间里一直不停地打转。脚丫子上的泥沾得满屋子都是，而此刻的妙音和飞云都还在外场享受着天然的淋浴，只有金虎跑回来找奶妈撒娇求安慰。如果金虎会说话，那这会儿可能会说：“虎虎好害怕呀，奶妈快抱抱虎虎。”结果抱抱没得到，却被奶妈无情的吐槽：“你叫大熊猫，我叫大熊猫，我是熊界的笑话。”而且奶妈还拿金虎找不到对象说事，说这要是被其他的小女熊知道了，那就更找不到对象了。要是叫有人知道了，要是叫其他熊猫知道了，你说你啊颜面何存？你在熊猫界不用混下去了。最后因为奶爸奶妈一直说感觉没有面子的金虎还生气了，低着头不看他们。结果奶妈还一直输出：“需要你补胆吧？有没有补胆的？我给你补补。”这下把金虎气得哼一声起身就走了。但是如果是雷雨天气，金虎特别害怕时，奶爸奶妈也会陪着他安慰他。这么多人在陪着你呢，而且还在屋里。看金虎这芝麻粒大的胆儿，就能明白为啥当时飞云生日征用了妙音的场地。金虎一觉睡醒，发现妙音变飞云了，就吓得一下午都背对着飞云装睡不敢动了，实在装不下去了，就抱起一根竹子用来防身，就连吃笋笋的时候也不安生，吃一口还会往飞云那边看一眼。而且奶妈说金虎很自恋，他总认为自己是最帅最有魅力的大熊猫，而且他也能听懂好赖话，所以当奶妈问他胖不胖时，他就沉默不语，而奶妈问他帅不帅时，他就会响亮回应：金虎你胖不胖？金虎你帅不帅？奶妈平时也很喜欢逗他玩，会把好吃的放在他的头上，让他自己动手去拿。奶妈这天先是给金虎头上放了小块胡萝卜，金虎用手拿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，奶妈帮他捡起来喂给了他。然后奶妈又假装在金虎的头上放一个胡萝卜，金虎就伸手去摸脑袋，没摸到的金虎以为这次又掉了，然后很认真的在地上找了起来，找了半天没找到的金虎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奶妈骗了，一脸无辜的看向奶妈。大家还知道金虎哪些有意思的小故事呢？